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爱情保卫战，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。登录微信搜索"爱情保卫战"官微视频号，并且添加关注。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，我们都会开直播，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，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。大家好，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。那今天呢，陪伴我们一起来保卫爱情的，还有我们其他观察团的老师们。我们的情感观察团当中呢，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，他呢就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。嗨，你们好，我是爱情保卫战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，来帮大家理性分析感情问题的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直面矛盾，看透真心，读懂彼此，好好守护爱。再次欢迎我们的艾小宝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嘉宾。有什么错呢？这3年的感情，从校园到社会，然后有了一个疑问：爱情里这里子重要还是面子重要啊？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？我们一起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嘉宾登场。郭先生，22岁，物流运输管理；张女士，21岁，美容院前台。二位好，咱们先说说今天来我们节目的核心诉求是啥？就是我觉得我男朋友真的是太抠门了，已经到了一种没有边际的地步了，总是拿省钱来敷衍我，对我一点都不上心。哦，你觉得他特抠是吧？对。沙老师不是这样的，其实我不是真的抠，我只是为了我们以后过得更好，只是该省省该花花。因为我是干物流的嘛，干什么都要核算成本，我只是减轻我们以后的压力。哎，那你俩刚在一起的时候是啥样？抠吗？刚在一起有一点吧，但是也没有那么的夸张。其实我们是在学校认识的，在他第一次去约会，因为我兜里没有多少钱嘛，但是怕吃太贵的吃不起，吃太便宜的又给他丢面子。当时他就主动跟我说去吃麻辣烫吧，因为当时都是花家里的钱，就是不想让他太为难。那个时候是你主动给他省，对，我也比较理解他是什么心情，给他省点钱。当时我心里就特别暖心，觉得他是以后能踏实过日子的人啊。那个时候就觉得他踏实过日子，但是慢慢的交往，发现不对劲儿是吗？对，就是我们刚在一起没多久，我就提出来，要不然我们去游乐园玩一下吧。我就想和他有一次浪漫的约会，他特别自信，就跟我说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你放心吧，咱这周末就去。到了地方之后，人家说你这个票用不了，你买的是周1到周5那种工作日的票。哦，但让我特别尴尬，然后最后连门都没有进去。我提前1个星期在网上看到那个票了，当时有特价票，我寻思就正好趁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也买一张。但到了之后，那个检票员说那个票节假日不能用，本身票价就100多块钱，然后还要让添100多块钱，我感觉就特别不值当的。当时我就给他说，要不然你就自己进去。我自己玩和咱俩玩能一样吗？我要的是一场浪漫的约会，你总是把省钱放在第一位，就因为几十块钱而忽略我的感受。但加那些钱能够我打1个星期的零工了。咱这个钱还会再回来，但是咱们去都去了，我只能看到人家在里边玩，我连门都没有进去。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吗？当时我们不是也听见里面欢声笑语了吗？我们能看到里面那些游乐设施吗？又贵又危险。哦，你的意思是站门外看看就行了是吧？当动物园逛了。老师，你觉得他说这话像话吗？我都被气笑了。他却跟我说，你看看别人的欢声笑语，那不更可怜了吗？人都能进去过，我更眼馋了。但后来我不是弥补你了吗？你是咋弥补的？这话我更不想说。
那时候我马上就快过生日了，我提前1周就跟他说，我说咱们不要吃那些贵的，也不要吃那些漂亮饭，我想简简单单的吹一个小蜡烛，买一个精致点的小蛋糕。但是到了约定的地方之后，我一直从6点等到9点多，然后才看着他拿一个特别破的那种蛋糕盒子，里边那个蛋糕都被颠坏了。是为啥呀？因为当时我在手机上看到那附近有那种特价的晚上打折，当时那蛋糕68，买完之后就34块钱，我就想早去排队嘛，没成想那天那么多人，排到9点。这个生日过得咋样啊？最后过得不满意。别的女生她都有一些鲜花呀、蛋糕呀，还有男朋友给买的礼物。我当时也没有问他要礼物，我就想好好的过个生日嘛，我就说你给我点一盘虾滑吃吧。他说你点这个干什么呀？这么浪费！我团了一个200满减50块钱的券儿，完全没有在意我的感受。我说咱们点个虾滑吃吧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我1年就过这1次生日嘛，咱们就奢侈一把行吗？后来在我再三劝说下，就点了一盘22块钱的羊肉卷儿。那虾滑比那个羊肉卷贵3块钱，然后就没点。那他对他自己抠吗？听起来现在他对你抠你不满意，他自己呢？他特双标，我觉得。哦，我不是在美容院当前台嘛，就有一次我刚起身，桌子旁边有个钉子，把我的裤子得划了一个大概这么长的一个口子，然后我趁休息的时间去买一条新裤子。结账的时候，店员跟我说，今天有买2件打7折的优惠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呀？我说行呀，2件的话一共花了270块钱，但是不小心点到他的亲密付了。然后我中午吃饭的时候跟他说，你看我买的这个衣服就特别的好看，然后他立马就说，他说你看你这个衣服是什么料子呀？你赶紧退了去吧，真是被老板坑了吧你这是。他给自己花钱，眼睛一点都不眨。给自己报800块钱的培训班，给我花270块钱，就感觉特别的心疼。我感觉考这个证书的话，以后能找更好的工作，拿更多的薪资。我觉得这个钱就该花在该花的地方。他那个衣服的话，像地摊货一样，我感觉他被坑了。你给他花过大钱吗？就比如说你送过他什么比较贵重的礼物吗？之前他手机都卡了不能用了，我直接给他花7、8千块钱，直接买了一个新手机。这也可以挺好的呀。但是我要的也不是你花多少钱，我就想我过生日的时候能体面一点，不要让我下不来台。当时我俩在餐厅，旁边的人都在看我俩，我眼泪都忍不住哗哗的掉。那如果你花这个钱，他会劝阻你吗？因为听起来衬衣是你用的亲密付，还是花的他的钱。去游乐场的时候我也说了，我说我买票吧，我现在还有钱，但是他不愿意，非得让我在门口看。就你的钱他也不愿意让你花。对，那挺好的呀，最起码不双标。对，就是他是一种过日子的态度，但是他有点太省了。你俩现在谈了几年了？我们俩在一起3年了。有考虑过未来的事儿吗？有考虑过，本来想的是26年的时候订婚，然后27年的时候就在一起结婚嘛。但是我俩就从有计划订婚开始，就没有一件顺心的事情。就有一次我相中了一款特别素的那种戒指，大概也就3克，然后他就说你试试旁边那个，旁边那个又细又小的，然后又说旁边那个也不好看。然后后来我就说咱们别买了，先出去再逛别的吧。我出来我就问他，我说是我自己戴的真不好看，还是你的预算不够呀？主要是当时我预算也有限嘛，我想着就是买个1000多的，对吧？我感觉就是金子嘛，反正戴着都一样，就不要太在乎面子上那些东西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你的预算多少呢？为什么要说我这个不好看那个不好看？人太多了嘛，我怕给你拉面子什么的。那你这现在也让我很尴尬呀！人家店员拿出来这个说我不好看，又拿出来那个细的又说我戴的不好看。他当时还想给我买一个金包银的戒指呢。啊！你去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好你的预算呢？预算太低的话，我就觉得我就没有买的必要了。这是为你们结婚挑戒指吗？也算是吧。订婚之前嘛，我们就想先买一个小戒指，想有个仪式。对，那这不是乱花吧？这不是对呀，结婚就这一次吗？当时我觉得反正就是省下来的钱，以后我们能用在别的地方。结完婚生孩子的时候，你看要买尿布什么的，还要买很多东西。如果是男孩的话，以后还得给他攒彩礼；女孩还得给他攒嫁妆。你们俩还有什么不一致的？你不是说开始就没有一件顺的吗？我说等咱们结婚领证那一天，多么重要的一个日子呀！咱们也找个跟拍，就拍那种最基础的那种就行。
他说不愿意。其实那个最基础的好像也就300块钱左右吧。我朋友就发朋友圈就领证了，然后找了一个跟拍，别人有的为什么我不能有呢？其实这些事儿还都没发生呢，对吧？就只是在探讨阶段就已经发生了意见的分歧了。领证啊，什么戒指啊，什么这些事儿都卡壳了，这还没说到买房的事儿。我感觉买房子的话，那种2手的，可能离学校远一点，离市区远一点。但我觉得，为了我们以后压力小一点，能省省。你知道他带我看的是哪一种小区吗？又破又老，还有小，就几10平的房子，还没有电梯，都是步梯。我们爬到5层，我就纳闷，我说中介怎么领我们看这种房子呀？后来我就问中介，他说我男朋友要求就是这样的，能有个婚房就行。宁愿我现在多带一点，我也不想住那种房子。小区环境也特别的不好，就那种特别老的，像没有物业的那种，特别的脏乱差。明白了，你要的是质量，对，他要的就是日子。这样的感情还值得保卫吗？值得，非常值得。听起来他们俩人只有钱这一件小事儿。钱你觉得是小事儿吗？我觉得现在这个男孩对于钱的态度，其实一定是一件小事儿。我曾经跟这个男孩是完全一样的。哦，我举一个例子就非常直接。当年有共享单车的时候，我为了省钱，我也想说，哎，也许也能健身呢。我从北京的3环骑了18公里，骑到了我5环外的家里。我当年就是极其能省，然后第2天花了300去做正骨。省钱这个事儿啊，因为这个男孩他不是只对对方抠，我相信你对自己更抠。对，你把日子过成了账本，我觉得你可能自己吃几次亏，像我一样骑自行车第2天去正骨，或者当你发现原来省小钱是为了赔个更大的时候，你自己的心态就会有所改变，就会发现挣钱是为了更好的活着。谢谢老师。一定要保卫这段爱情，俩人也不是什么原则上的事儿。你们俩有给自己的爱情或者婚姻定过共同的目标吗？定过，26年订婚，27年结婚嘛。结什么样的婚？婚礼是什么样的？买什么样的房子？刚到买房子那一步，别的还没想。卡到买房那就完事儿了，是吧？对，你们俩其实一切都挺好的，就差一个共识。你说买老破小，我说按揭买个新的，买个笔记本，优点是什么？缺点是什么？列出来了以后，你们俩自己就有选择了。你们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达成共识。这个本儿你们可能一直会留到你们60岁了，拿出来你看，我们这辈子达成了多少共识？这个就是越来越好。我保卫你们的爱情，你们会越过越好的。胡老师，我觉得还是中立。保卫的那部分是因为他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还能够站在这里很好的交流，说明你们之间的矛盾不深。那之所以我不保卫的那部分是什么？你们之间的这种对抗性非常强，就是你们都有自己的主张，价值观也有一些不是很一致。如果你们的情感更深，你们愿意一起去讨论的话，是可以慢慢接近的。是否你们有这个意愿？这就是我保持中立的原因。我保卫女孩的整个的一个需求很正常，买一个结婚戒指，她没有求一个钻戒几万块钱，她很正常的一个需求。反而是我会觉得，男孩你需要去掌握自己的这个消费的度的问题。同时呢，我觉得可以大家改变一些思维，我们有可能做的不是消费，我们做的是一种投资，为未来生活的投资。你想想，重新装修我要花多少钱？那是真正花出去的钱，花出去还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质量。你们的婚姻还在日常的这些小事当中去消耗，那你这才是得不偿失。反而换了一个更明亮的宽敞的大房子，不用掏那么多装修的钱，未来孩子的配套的教育、生活的环境也不用再去改变，这反而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和一个投资观。所以有的时候消费它不仅仅是消费，有可能还是一种投资。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这一段我是保卫的，
因为大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，只是在度的把握上需要去衡量。其实我个人来说，我不保卫，因为我觉得首先两个人其实对于未来要的日子是不一样的。男生其实很有规划，你甚至都想。谢谢艾小宝，接下来请我们两位嘉宾站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。我们准备了你们过往的一些甜蜜瞬间，你们想看吗？看一下吧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你们。美好发生怎能不看？对不起，以后我不会对你再抠门了，我以后好好对你。希望你能节俭有度，以后不要这样了，该省省，该花花。我以后一定会改的。如果选择给彼此机会的话，就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舞台上哈。看看他们两个人怎么选择吧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他们应该会出来。对，应该会出来。啊？啊？哇！啊？啊！哎哎！也能理解。为什么他没出来呢？就是失望攒得太久了。你想到他没出来吗？没想到。我看你站那儿都懵了，是吗？对。你还想挽回他吗？想挽回，我觉得我以前做的确实有时候太过分了。他提醒过你吗？如果你再这样，我就走了。提醒过，反正就是吵架的时候，每次反正都得提起。那你是怎么理解的？我只是感觉他是在故意气我。那你真的对他忽视太久。我这人也太固执了，有时候也挺犟的，就是想改正一下我。别指责。好。指责会让人产生对抗，共同商量，去共识。去看看他还在不在吧，要不？还是你觉得你可以冷静一段时间？我觉得我愿意下去看看吧。
对，别冷静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他今天的离开，不是真的想跟你分开，而是他想用这样比较绝对的一个方式，让你彻底的明白，对，不要总是用你口中的为了以后去毁了你们俩现在可以有的生活。你老说为了以后，他就是你的以后啊！去看看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快去吧。谢谢哥哥。不用谢，谢谢。价值观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就像我们的掌纹一样，但是没有人会说谁的掌纹更好看，谁的掌纹是对的。所以我觉得尊重即可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组求助嘉宾了，他们在情感道路上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？我们一起来了解他们的故事。这段感情付出了很多的青春，结果我得到的就是一些敷衍和一些不重视。我跟他在一起这6年，我只是想安安稳稳的跟他在一起过日子。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是到结婚的时候了，他跟我说要分手。这6年的感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我们赶快有请今天的求助嘉宾登场。孟先生24岁，待业；张女士25岁，室内设计师。欢迎你们啊！先来说一下今天的核心诉求是什么？我是来求复合的。我们在一起6年了，从我大2开始，就是分分合合，一直到现在，就是特别不容易。我父母也一直在催婚嘛，但是一说到结婚，他就跟我说分手了，我也搞不懂为什么。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？你每次都来问我为什么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为啥呀？你知道吗？可能有一些价值观上的不同吧。就比如说出去玩，他特别不节约。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年去了苏州的那个拙政园玩，他非要订景区旁边那个酒店，一晚上他要600多块钱。我说咱不如离景区远一点，6、7公里，但是我们可以省好几百块钱，来回打车呢也就40、50吧。每次因为这个吵得就不可开交。我为什么订那个680的酒店？主要是你又没有花钱，300多那个酒店，我是不是8点我要起来，我要化妆，我要化2小时，我们还要再坐车1个小时，完了还要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你不觉得很累吗？虽然说我们确实多花了300块钱，但是我们就住在那个拙政园里面，那个风景特别好，我们拉开窗帘就能看见外面那个景区，我觉得它是值得的呀。再说这个钱是我自己花的，你又不是没住，对吧？但是这个钱它就是冤枉钱，因为你看咱们算一下，不是他怎么就冤枉钱了呢？咱们算一下咱日常的开销，好吧？你是挣得多，好的时候他能挣个1万5到2万，然后我工资就是死工资就是4000多，我们住在那个北京周边，但是房租比较贵，1个月房租的话就算3000多块钱吧。日常开销2000，我们还养猫，然后他还爱买衣服、化妆品，这些东西都是日常的开销。但是这些我没花你的钱啊，对吧？但是我们每个月入不敷出呀，我们在一起6年了，一点钱都没存下来，甚至还有的时候向家里父母要钱。那你要是能找一份工资高的工作，也不至于说是入不敷出吧？你没想自己的原因吗？你就非要说我出去旅游我花了多少钱？那我是你女朋友，出去玩我开开心心的，我们住一个好一点的酒店，让我舒舒服服的就不行吗？非要搞那么累那么难受干嘛呀？你考虑过我吗？那我不还是为了咱们就是以后能结婚过日子吗？我想省一点钱，咱们有点存款嘛。哎，出去玩这一次基本上都是女生掏钱是吗？就是我们2个都有掏，因为就是我的工资可能会高一些嘛，每个月就是好的话可能是1万5、6左右，就是最差的话也有7000多。我是做设计嘛，然后他的话就是比较稳定的工作，每个月就是4000多。那其实人家姑娘挣得多一些，人家可能生活的品质要求的高一些，你觉得不行是吗？也不是不行嘛，就是没有节制，因为他特别爱出去玩，近的地方1、2千，远的地方3、4千。就是根本攒不住钱。那我就想出去玩一玩，人家都发朋友圈拍好看的照片，去这里打卡那里打卡，那我们现在要不去，等以后我们80岁再去吗？我觉得咱们出去玩主要是为了看风景的，对吧？到一个地方不停的拍3、40遍都不够，
一说这个我就觉得特别的好笑。我每次出去玩，我头一天晚上我会给他分享那个视频，这个景区这个角度和这个位置拍，但是他从来都不看。如果说你真的找好一个角度给我拍了的话，拍5张就完事儿了。你非要拍500张，500张里边我都选不出来能用的5张。我这边我带这个照片，我们老师可以帮我看一下。来，我们看看这照片。这还不可以啦？就是左面这个是他随便拍的，右面是我跟他沟通了好长时间之后才拍出来的。你像我觉得一个正常人他不会拍成这样，就是他好像在拍那个地，然后这个角度就非常的倾斜。我觉得这个是你要求高了，我觉得这2张照片都挺好看，角度不一样都好看啊。但是我就是想拍这种嘛，因为我之前我就跟他说过，我喜欢那种上面留白多一点的，这样显得空间感比较好。我发现女孩对自己男朋友要求挺高，男生必须得会一项技能，就是你得去学摄影。我们必须得学专业人才讲构图的。对他设计师啊。哦，对，他设计师，难怪他对空间感要求比较高。哎呀，对，是。而且好不容易出去玩一趟嘛，我就想拍2张好看照片发朋友圈里面。然后呢，他每次都是很不耐烦的。就是最重要的一次就是我们在西湖，当时也是拍照，我们2个就有一点闹别扭了。当时确实拍了很多张，手机没电了。然后呢，一气之下他把我丢在那儿了，他转身就走了。我一个小女孩，你给我丢在西湖上，我人生地不熟，手机还在你那儿，我都联系不上你，我要出什么意外了怎么办呢？你把我放心上了吗？这个确实是我当时有赌气的成分，我向你道歉。那你现在道歉还有啥用啊？出去玩不光订酒店吵架，因为吃个饭都能给我吵起来。哎呦，这出去玩别出去玩了吧？为啥是因为吃饭了还能吵起来呢？当时我们提前1天晚上已经订好餐厅了，因为所有出去玩的时候，路线攻略是我查。酒店排队是我定，就是所有活都是我，他只要告诉我一个地点就行了。就感觉每次跟他出去旅游比上班还累。然后那个餐厅的事儿呢，是提前1晚上定好了，第2天早上看到一个什么网红餐厅，比我们看的那个还贵，就非要去那个餐厅。然后因为没有提前预约嘛，我们就得过去排队。就是他在酒店提前化妆，要让我提前过去排队去。等他到了之后，发现还没排到我们，前面还有好几桌，开始生气。那你说我们是提前晚上订好了那个饭店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又没有吃，又没花钱，我为什么不能换呢？因为我朋友他们去了那个苏州那边，他们全都去那个餐厅打卡呀。就是那个餐厅里面还有那种人穿着古装的衣服跳舞，然后还有那种假山，然后有那种小湖水，就是特别特别有意境，全都是那种苏州园林的风格，特别好看。我朋友分享给我了，我就想去，那难道不行吗？就改一个餐厅就不行吗？最后去了吗？去了，最后还是去了，但是去那儿也不开心，是不？对，就对你要是刚开始你就答应好了，那我们就去吧，是不是就好了？你非要跟我大吵一架之后我们再去，每次都是这样啊。哎，小哥，你今天来这里是干嘛？是求复合是吧？对，想求复合的。那你一天到晚在指责你的女朋友干嘛？你不对呀，这个事情对不对？都求复合了还掰扯呢。还有老师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，他因为就是说我出去玩前2个月他背着我他就离职了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，你是报复我是吗？他离职为什么是报复你呢？这个我也是因为跟他赌气，但是并不是想报复你，因为我这离职了我就没有收入了，他就可以少出去旅几次游了。但确实事实也是啊，这2个月你都没怎么出去玩过呀。我不出去玩不是因为你离职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2个月工作忙。我开的工资也不少，我想出去就出去了，又不是因为你，那你这不就是在报复我吗？啊，我离职了，我看你还怎么出去。哎呦，你要限制他出去玩，所以你就把工作辞了。对，我就觉得没有。你离职在家干啥呀？多无聊啊！每天就在家打游戏啊。我有的时候可能做设计，有的时候会熬夜到2、3点才到家嘛。到家之后连一口饭也没有，然后我们还养了很多的猫，屋子里面特别脏嘛。然后他也不收拾，在家里面除了这个打游戏，就是玩手机、刷视频，大概得有持续了这样得有1个星期吧。屋里面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就是那个碗堆在那个厨房都已经发毛了，他那个垃圾桶里面又吃的外卖，满地都是垃圾，真的那个屋子里面就像垃圾场一样，我真的是受不了。我也是因为很生气，我就不收拾，你都不收拾，我凭什么去收拾呢？然后实在不行了，然后到最后我们2个花200块钱找了一个保洁，然后才去收拾。哎呦，还杠上了。对，杠上，你不收拾我也不干啊！我现在脑子一直在停留在他辞职的这件事儿上呢。你是被开了吧？没有，这自己主动提的。工作调动不满意？也没有吧。跟同事吵架了？
这个也没有，跟同事跟领导闹别扭了，就纯粹不想工作了。对，就纯粹不想了。我不上班，我看你怎么旅游。我还想替他找不呢，我就觉得可能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辞职了，对吧？所以我就想，我说我替他找不吧，他就是想气我，所以才这样的。关键还有一个问题，你辞职了，你没收入了呀，对不？对，老师他不光没收入，我那天就看他的游戏账号嘛，我发现他就这么长时间断断续续在里面有充了2-3千块钱。你为什么说我出去旅游我花那个钱不可以？你为什么要充游戏呢？旅游是你的爱好，打游戏也是我的爱好呀。那我出去旅游，咱俩是不是都享受了？餐厅你吃没吃？酒店你住没住？你游戏我能玩着吗？哎，问得好。现在他失业了以后，他有问你要过钱吗？那没有。那他家里花什么呢？花销呢？花销大部分还是他的，因为他发工资，我还是之前存了一点点钱嘛。哦，也就是说家里你们2个人共同生活的开销是女孩承担的，是吗？是的，然后偶尔的话，他会跟家里面就是要一些。那你既然好，我不工作了，我躺平了，对吧？那你在家咋连点活都不干呢？还是跟他赌气吧，就不想低头。对，就是我们2个每次吵架的时候都这样，就是在家里面2个人像陌生人一样都不说话，这边饭也不做，各吃各的饭，各喝各的水，2个人就互相犟着。以前经常这么吵架，但是这次我真的不想忍了。他离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爸妈想让他去老家那边工作嘛，因为我是一个东北独生女，我们家庭条件我就是挺好的，然后我爸妈肯定也想让我在身边尽孝嘛，然后我们2个那时候也有讨论过，那以后我们要是结婚了住在哪儿啊？我不想去那么远，我不想离开我爸妈。然后他说啊，可以啊，这个都尊重你的意见，我们就可以找一个折中的地方，比如说是沈阳，离这个东北也近，离廊坊也近。当时聊的都挺好的，结果他前段时间我们就因为他离职这件事吵架的时候，他突然就来一句啊，那我辞职了，我爸妈在老家能给我找工作，让我也辞职，凭什么你辞职就让我也辞职？就是突然来了一句，我们家那边房子都买好了，付了首付了啊，特别离谱。因为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买房子你都不跟我商量，你是要跟我结婚还是跟别人结婚啊？你父母也没有尊重我呀。首先，他在这个北京这边确实是资源好，挣的比较多。但是我觉得就是回老家那边可能过得更安稳一点吧，因为你好自私啊！我天，对不起，我真忍不住了。确实，北京那边资源多。他室内设计嘛，挣得多，但是他总熬夜，这种熬大夜，就很辛苦，压力特别大。我觉得。那我喜欢我的工作，我爱为我的工作熬夜，我能得到我熬夜相当的报酬。那我要是辞了职之后去了你老家那块儿，你给我介绍客户吗？可以换一份工作呀，可以找一个就是挣的相当于低一点的工资。那你还是不爱那份工作呀？那你还是道德绑架我。说白了，还想让我去嫁到那个廊坊，让我在那个位置。那我们之前在一起2年的时候，你说尊重我，我们可以找一个终点，那话是开玩笑吗？为什么这边突然就把房子买好了？真的特别的震惊。他什么时候悄悄规划的这一切呢？所以我说他辞职的这个事儿，我为什么刚才一直在脑子里面转？我总觉得他辞职是有一些什么其他背后的隐情的。其实跟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。年前买的房子，但是我辞职是在2个月前吧，差不多。那不正好吗？因为买完房了，大局已定了，就得辞职了呀。他就是为了想让我妥协，然后来到你们家这边。你连我们婚前谈恋爱的时候，你都不尊重我的想法，你把这个事儿定了。那我要真跟你结婚过日子了，以后有孩子了，你还能尊重我什么呢？所以说，这是我下定决心跟你分手的原因。你还好意思在这里说为什么我跟你分手？我现在是被分手那一方，就是他坚决的跟我分手。什么叫被分手？因为你做的事情谁忍得住啊？还蛮值得分手的。你这个用的方式无法理解啊！你要跟他复合，你又拼命的责怪他、指责他这儿不好那儿不好，你干嘛呢？对啊，你根本都不尊重我，你到现在你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跟你分手是吗？就是不知道啊。你还不知道呢？这么多原因，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上周末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吗？发生啥了？说说看。那天正好就下雨天嘛，我那天在家我就身体特别不舒服，他大概晚上9点多，他可能就出去网吧玩游戏去了，到11点我就是发烧大概有39度5那个样子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打了有10多个电话，他怎么都不接，我当时就又发烧，我又气得不行，然后好像打了10多个电话，好不容易接通一个，然后那边就是敲键盘那个声音哒哒哒，然后我都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。他说好，我马上回去。我以为他要回来了，结果到12点了，联系不上人了。
然后呢，我就还是不停给他发短信、打电话，哎，这边又联系上了，跟我说你多喝热水，你吃点药。不是，那我这么大人了，我难道不知道吃药吗？我如果吃药好使的话，我打电话给你干什么？他让我多喝热水，很搞笑，我觉得。然后实在不行了，当时快1点钟了，我给我的闺蜜、好朋友打电话，在北京那边，然后人家大半夜过来打车带我去医院输的液，又化验什么的，陪我折腾了一宿，人家都对我这么好。结果他晃晃荡荡的回到家里面，我当时已经输完液回家了，他以为我啥事都没有了，就是这种情况。然后我就是下定决心要跟他分手了，我就是真的受不了了，这件事情把我压死了。我就决定要跟你分手，你说什么我现在都不想听了。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。那他们这一段6年的感情，到底值得保卫吗？不值得保卫。我觉得这女孩特清醒，从头到尾都极其的坚定。我觉得她突然告知你在老家买了个房子，我跟你讲，那不是买了个房子，那是他爸妈和他一起给你买了个笼子。你敢去就没什么好日子了。我觉得这男孩在他的人生规划里面没有考虑过是我们2个人的规划，而是把他的伴侣强行的拽到他自己的人生规划路径里面去。所以我坚决不保卫这段爱情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底线问题。小伙子，你给过他什么承诺吗？就是像他说的，就是2年前就是说找一个折中的地方，不在我老家买房子这种。你承诺给他不在老家买房子，但最后还是在老家买了房子。对。哦，那你怎么说到做不到呀？我觉得你现在就很尴尬。你说吧，承诺了又不做到，还要把人追回来，也这个很难呢。哎呀，这个爱情我不保卫。我也是不保卫。这个女孩子离开这段关系，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自我保护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去了她老家那边去生活，那才叫叫天不灵叫地不灵的状态。所以趁现在这种状态下面尽早离开，因为在这段关系里边有太多的不平等，甚至有恨意和妒忌在里边。希望用他的这种失败，然后来证明你的失败那种感觉，把你拉下来。所以我还是不保卫，我反而劝你能够早一点离开。谢谢胡老师。一律要保卫吗？那肯定不保卫啊！老师们从情感问题上说哈，我说一个最现实的问题，他的父母现在在老家给他买的这套房子，跟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如果你辞了职，跟着他回到老家，丧失了资源，丧失了自己的经济独立的能力的情况下，一旦发生任何的婚变，可能连夫妻共同财产都没得分。婚前的房子是人家个人的，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火坑面前，及时止损，赶紧走人。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哈？我觉得这姑娘想多了。您那房子压根儿不是给你的婚房哦，父母是那种说，我先买下来，我们希望回来的肯定是儿子，那至于他带着
来，请2位站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。还要看以前的照片吗？哦，我觉得不用看了，我不想看了。你呢？我尊重他吧。好的，那我们过去的这些甜蜜就不看了。你看你60秒要说啥？美好发生，怎能不看？我不应该这么自私的。我回去可以跟我爸妈商量，把老家的房子卖掉，我们重新规划一下我们未来的人生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可以吗？我以后会多多照顾你的感受。行了，不用说了，这些话你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我以后也不想再听了，我不想再去用我青春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了。我也希望以后你能找到一个属于你的那个女孩。好，时间到，请先回到门后。还想给彼此一个机会，可以重新回到舞台上。2扇门背后到底还有没有人？来吧，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情感问题无人倾诉，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。即刻打开微信，扫描屏幕2维码，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。晚8点，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，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，领取情感沟通课。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哎，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跟他说的话吗？没有了，我挺理解他的，是我的问题。希望他以后遇到的人会对他好吧。好，谢谢你，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，再见。希望所有面对感情的人，大家都能够真诚以待。情感问题无人倾诉，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。即刻打开微信，扫描屏幕2维码，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。晚8点，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，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，领取情感沟通课。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。登录微信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官微视频号，并且添加关注。每天晚上8点到10点，我们都会开直播，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，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。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，登录微信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官微的视频号或者公众号，跟我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。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，小心被骗。爱情保卫战，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